9月加强之后，我先用它去打野，但是野区数值怪太多了，所以显得它的强度不是很高。但你要把它放到中路，那这个强度可就起来了。我在峡谷之巅被打的最惨的一次，就是用吸血鬼被对面皎月打成0-3，还是加强之前被打的，所以这个英雄在中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加强之后我也说过这个玩意中单一定特别强，打常规那种前期偏弱的法师几乎是吊打，你就1级学 Q， 2级学 E， 攒个被动，就像这样断掉一技能，直接 EQA 打出电刑往后拉，就这么一下对面就没法对线了。为什么2级的时候要断 E 呢？因为这样消耗最稳，知道吧？空一个 Q 很亏的。等我们3级的时候电刑好了，我们的技能也好了，对面不回家只靠塔下的果子是必杀的。像这边他还过来看，我们直接断掉一技能。很多人都觉得皎月这个英雄得 Q 中了我他才会飞过来，这种刻板印象就会导致莫名其妙就被皎月给杀了。我之前也是这样，对吧？峡谷之巅打个皎月，他 Q 技能空了，我寻思对吧？你 Q 都空了，我去补兵总行了吧？结果这一补不要紧一往前他直接断一技能飞过来，然后 W 秒大一个平 A 接个引燃，我直接就没了。所以他在中路的强度真的很高，下功夫练一练可以用来上分。主要他出场率不高，知道吧？很多人对线的时候都低估他。技能很简单，就是得放准一点。对线也没什么技巧你要 Q 技能对吧？不好中，对面会躲，你就带个强化攻击，知道吧 ？A 2下小兵，直接一技能飞过去 A 接 Q， 就是2/3血，非常的无脑。反正我玩的时候我个人感觉皎月这个英雄他的大招并不是特别重要，因为在很久以前皎月的大招伤害就被砍的差不多了，他的基础伤害是要比大招伤害都高的，所以有时候杀那种单体的小脆皮，你可以直接秒放大招，根本不缺蓄力的那点伤害。像小法这种脆皮基本上对吧，多个法穿鞋就可以秒了。主要是他的符文太稳定了，一个电刑，一个猛然冲击，一个强化攻击，这3个符文是稳定触发的。2级的时候你就 A 2下小兵，直接一技能冲上血 A 接 Q 触发电刑，压低对面血量。等到了3级，电刑的 CD 好了，一技能的 CD 也好了，对面不回家只吃果子的话是完全能秒的。所以这几乎是一个皎月3级必单杀的技巧。装备的话就法穿鞋、法豹、大帽、王冠、峡谷最后再来个破盾。巫妖的话也可以出，对面阵容战士和坦克不多，就把那个峡谷换成巫妖，因为峡谷可以打肉，脆皮的话伤害也够，巫妖它秒脆皮快，各有各的优点看你怎么取舍。当然这个英雄它本身的这个熟练度还是有要求的，不可能一上手就玩得很好，毕竟这个弯的技能确实不如直线技能好中。实在不行就当个母石头人，看到脆皮了直接撞过去，一套技能灌完交给队友。当然玩任何刺客都要学会像这样，对吧？卡视野当一个老阴逼，如果不是滑板鞋有这个魔抗他已经被秒了。反正大招的话我是建议如果队友已经打起来了，我们后手进场的话可以去蓄力，如果团没打起来，我们在侧边找到接近对面脆皮的机会了，那么你冲过去之后呢，我们是第一个冲过去的，对面肯定会激活我们，这个时候不要蓄力了直接秒放，杀完脆皮按金身等队友跟上。这个英雄的机制并不是很好，它的机动性是受限于目标的，它只有目标才能往前突进，没有后撤技能，就是没有主动位移，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进场时机如果你进场失误了，你是没有第2次机会的。这个英雄的技能都很简单，没什么特点，打个5-6把就会用了。所以绝活皎月跟普通皎月的差别就是会找进场时机，知道什么时候进场不会被激活，什么时候好收割，这个才是玩好皎月的关键。但是中低分段的话也不需要，就利用我前面说的带这个猛然、电刑还有强化攻击，前期对线打出优势爆杀就行了。60星王者以下没有什么运营，对线把对面杀崩，大概率就赢了。所以虽然打野的话皎月是个 T2， 但中单最起码算个 T0.5， 毕竟中路前期的话比他数值高的还真没有几个。另外有水友问我最近隔壁那个鸡爪流，因为这个隔壁策划要改那个匹配机制，这个听听就好了，知道吧？不要信，我宁愿相信联盟手游会改，我都不信王者荣耀会改。王者的今天就是靠着这个 EL 机制，他改不是抄自己的底吗？顶多说一句我要改了，平息下这个鸡爪流的舆论。实在不行跟联盟手游一样先改回正常的2-3个月，然后看人多了再改回去，毕竟日活最重要，知道吧？一个玩家对吧，他正常玩一天就打个2-3把，我用这个机制能让他一天打10把，换你是策划，你说你用不用？就打个比方这个匹配机制就相当于是兴奋剂，虽然有副作用，但是只要用了就有成绩，只是现在副作用大了玩家都知道了，都开始争相摆烂用这个机制上分。所以现在出来澄清一下我们要改机制了，大家好好玩努力就有回报。忽悠傻子的，他要真改了，我这辈子都不放松了。所以不要有任何期待还有水友对吧，居然在幻想如果隔壁改了，咱们也会不会一样改？还是洗洗睡吧做个好梦，梦里啥都有。